好，来看一下今天啊，给大伙带来忍者棒球的这个小蓝人通关嘛啊，这里面我为什么没有做这个正版的，而做的是官方的这个1v4版本啊？说白了也算是改版嘛，因为官方不会这么做啊。1v4版本呢，肯定是比原版要难得多啊，要难得多，因为你一个人打4个人的量，对吧？那当然要多了，不过一个人打4个量呢，他补给也多，也就是给你的补也多。对于高手来说呢，也难不到哪去，肯定是难，但是难不到哪去，我不清楚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啊？但是今天呢，也是这个意思，因为咱们打这个速通啊，很少有这个小绿人、小红人还有小蓝人的速通。虽然说我做过，以后有机会给大伙做这个找高手啊，做这个蓝人最速通关嘛啊。当然呢，咱们这次是1v4版本的一命，也就是说不用考虑什么太高的速度，尽管它已经很快了。那操作者呢，还是咱们上一次的小伙伴啊，广州恒大宇宙队，也是上次我做的他的这个小红人的视频。而这个蓝人呢，据说啊，据大家伙说是小的时候这个因为说小的时候觉得什么人最难呢？首先呢，很多人认为小黄人最难，经过事实证明呢，小黄人是最简单的啊，就是真的是最简单的。就不要问我为什么说小狼，小狼就是黄人明明多难啊，就是简单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攻击力太高了。然后呢，觉得呢小绿人最简单，其实呢小绿人除了摊分最牛逼之外啊，啥也不是，知道吧？他除了菜鸟玩起来好玩一点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啊，你打速通比不过黄人，打这个摊分啊，确实牛逼，摊分就得用小绿人，因为他的机制问题啊，他机制挺好。但是打其他的呢，说句实在话啊，你说你体术比不过这个红人，玩赖呢你又比不过蓝人啊，是吧啊？所以说小绿人很赖很弱是吧？不过这句话说的不对啊，就是你如果按照你那么玩的话弱，但是对于高手来说呢，小绿人也牛逼的啊，因为小绿人可以顺电。你如果按照你的想法来讲，顺电非常弱啊，顺电就有点面了啊。好，这个一条大河波浪宽，上跑飞机下跑船。3000鬼子来参观，一下压死2300，剩下100要逃跑。完后我就说不了啊，这个科我不知道很多东北的小伙伴应该听过。这个必杀呢，咱们看一下，蓝人的必杀呢是正摇跳。这个正摇跳的必杀，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这个确实是不太好掌握吧啊，高手掌握可以。我一般怎么玩呢？就是 A2下之后呢正摇跳，然后它的蓄力。他的摁住了之后的这个蓄力呢是什么呢？是这个拿棍子往前怼。小蓝人呢，尽管体术比较嘚儿，但是小蓝人比较全面在哪儿呢？攻击距离长，而且他攻击的第3段呢可以往回打，是打一个扇面的左右 X 轴的一个高级判定。所以说呢，也不能说弱，他攻击速度虽然说慢。然后呢，当然攻击距离长，不过呢，个人感觉啊，肯定小蓝人呢，如果光用体术的话呢，也确实弱了一点点啊。这里面呢，我们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刚才为什么出来那么多补？因为1v4版本它的怪多，同时它的这个给的补也多，因为按他的理解是你4个人玩，如果给你一点补血的话，是不是不够啊？对吧？啊，你懂的啊。这梦龙谷是啊，你们都会这个小的时候这种顺口溜哈，其实也不能叫顺口溜吧。小的时候这种小黄科啊，真的是有时候作曲什么的，比如说还有一个歌就是昨日你家发大水，你好像有很多人都会唱，是不是？这里面这个必杀啊，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这么练？我告诉你，不练白不练，有那么多补啊，对不对？一个雷多好，这样打的话啊，肯定是慢啊。正常还是卡 Y 轴就体术，或者说就稳妥的方式呢，抓住了干就可以。他这个只是演示一下，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打的啊。好，看看，直接一炸。这里面小蓝人打这个是最好打的，小蓝人打鱿鱼啊，就是1、2，直接一个。壁内啊就可以，而且小蓝人也是就是这里面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这个强制旋风，除了小绿人。小绿人呢，严格来讲他玩不了什么特别赖的招，比如说他打鱿鱼他就玩不了赖招，打有的 BOSS 呢，他这个 Sparking 如果一旦打空了的话，一旦他打空了，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落地没有旋风，那就容易挨揍。而这个红人呢，对吧？你可以选择什么呢？就是练一个必杀，然后直接快速摇，它就可以出现这个一个倒立的一个分叉腿。而蓝人也是一个 Spot Skin 之后呢，落下来之后呢，可以一个鲤鱼打挺，也是无敌的啊，这也是无敌套路的。
然后小黄人就是从空中往下一扑，跳下手一扑，然后起身一摇手，直接又是一个旋风腿啊，旋风螺旋腿也是无敌的。只有小绿人呢没有强制无敌，所以说呢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小绿人不需要强制无敌，因为这个人本身就赖嘛啊，对吧？这个人本身就赖。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要是你像这个蓝人的话呢，还有一个特别屌的一个地方，你看就这个1、2、第三点的时候往回打有判定啊，有判定。同时呢，练这个跳的时候呢，第一时间在空中可以取消出超必杀。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在空中出超必杀的，这都无所谓的啊。好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好，又是冲。每次你把它勾过来，它冲你就打就行了啊。好，冲完就无限冲，你只要打它就无限冲的。这个卢克斯是吧？啊 ，Lex， 狂 Lex， 这个疯狂的什么什么？这个 LAX 如果按照美式英语的话，应该怎么叫 ？LAX 应该怎么叫，兄弟们啊？我不太清楚啊。小狼，我在9号洗浴呢。9号洗浴，你那个你得上5楼以上啊，5楼以下没节目，兄弟啊。梆梆梆梆，你这多嗨这个曲儿！其实这个车是棒球开的，然后这一个棒球是一个母的棒球，另外一个是公的棒球，看不看见？这公的棒球头上还有点绿，啊，头上有点绿。然后它前面开的那个车头上面前面的那个是那个鳄鱼，然后呢，它还有个大嘴唇子，看不看见？5楼也没节目，这个你还得是啥呢？就是一上来。你得跟他说啊，你们经理啊，你们经理那个介绍的，对吧？你一进去你得有人儿是吧？你就要不然你上去了人就，对吧？有没有节目这个谁知道呢？对不对？都是故事啊。这里面呢，咱们一般就不用点啊，反正玩一命通关嘛。如果是速通的话，咱们是要点的啊，速通是要点的。那人脑的话呢，咱们不打速通就一命嘛，不需要点。速通是什么呢？速通嘛，它有一个特别难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如果要是你要玩街机速通的话，就得手动点这个，那这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你街机点速通的话，它这个时间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我是瞧不起各位在座的每一个人啊，就是你真的不用这个连发，你想点3秒钟以内就能把这个棒球给捏爆，真事儿，你要有这个手速，你来找我，真事儿，我推荐你去日本。啊，推荐你去日本，你要赚不了大钱啊！哎，对，你得分多大？你要1年呀，1年你赚不了100万，对吧？100来万日元，我都该咋地的，真的。当然，100来万日元虽然说没多少钱啊，但是确实是你刚入行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是手速又快，再加上你长得又稍微精神一点啊，对吧？180的啊，那你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也只能告诉你，年赚500个日元不是问题。真事儿啊，你相信我，真的，而且现在这个职业非常紧缺。我这9个月，你大家伙都知道，我刚是吧？我去那边了，但是由于我吧，就是因为我不太爱好那种职业啊，这职业我不太喜欢它啊，我就只不过是溜达一圈，顺便啊，对不对啊？双手交替也不行的啊，很多人说，哎，就这个两个手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说，2个手没有1个手快。2个手没有1个手快。如果你有帕金森啊，假设你有帕金森，比如说你看我狼的这个手速啊，大伙儿听一下啊，听一下你就知道了啊。哎，这种情况下呢，那也得用6秒钟啊，或者说是5秒半。比我牛逼的人有的是，但是呢，他也就比我快个2、3秒啊。但是你要3秒钟以内想要点完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，我告诉你啊。这个那就不是人了，那得多嘚瑟呀，真事儿的啊，那嘚瑟了那都啊。手速张灵剑，那你张灵剑我最牛逼是点了40连，我真的最牛逼点了40连，兄弟们，你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，那都是小的时候最牛逼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最牛逼的时候点40连，就是明明就点到39，然后第4还有一个键扎进来，然后没有点数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别闹了啊！一个普通正社员1个月32万日元左右，你看他的活不好，什么社员，什么社员，32万日元才多少人民币啊？面啊，对吧？
啊，你说一个月就能赚32万啊，大哥啊，这个你不花钱不错了。你比如说啊，你去，然后你去那个日本，让你赚500万，还让你跟一些什么啊，比如说跟这种各种各样的老师一起拍摄节目，你不开心呐，不快乐呀，对吧？而且顿顿员工餐都是吃海鲜，吃什么鲍鱼、龙虾、生蚝、河豚，是吧？对吧？都是好东西啊，给你补啊，是吧？而且还有什么呢？还给你吃什么？比如说啊，对吧？一些那种补锌的啊，对吧？这种东西啊，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有各种各样的老师，那个老师是啥呢？那个老师，现在看的比较多的哪个老师啊？现在最火的是哪个老师，兄弟们啊？好，直接一手大河波浪宽啊！这里面呢，他为什么练这个必杀呢？我跟大家伙讲一下，这里面这个小蓝人这个必杀啊，尽管它的伤害是多段的，但是它确实是必杀当中最另类的一个必杀。这个必杀用来清小兵绝配，因为持续时间非常长。可是呢，打 BOSS 的话，血量堪忧啊，血量堪忧。3上1哭2闹3上优雅是吗？上元雅一，深田。深田咏美是不是？马老师发生什么事了？太狠了啊！好，刚才有好多人说小狼，我现在就在日本的那些小伙伴，你在日本还看小狼解说，你也是真有瘾，真的啊，是真有瘾。说句实话啊，我应该真好好学点日语。就我这个皮了吧唧的这种小语速，我要把日语学到我要是日语1级的水准的话啊，然后再在日本待个2-3年，也了解他们的风土人情，我做一个能日语的解说，我操，真事儿的。那我感觉有点东西啊，我可以给你们翻译那种就有三两个人的那种爱情动作大片，我给你们翻译，是吧？这也不错吧啊，这也算是一个行业啊。好，看看这里面第4关啊，第4关它难受在哪儿呢？就是好多人不会打这个牛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相反，我个人觉得小蓝人打牛是最简单的，没有之一，真的，小蓝人打牛是超级简单啊，真事儿。你如果说你要问我说小狼，那你说绿人不简单吗？我告诉你，绿人还真没有蓝人简单。我感觉就玩赖来讲，绝对是蓝人简单。好，蓄力，蹬一腿，1、2、3，然后再来一套，再来一套，对的。好，跳下来是一个侦探头，哇，直接一手一条大河波浪宽。其实这不是冰龙吗？看起来是一个龙的样子啊。前跳，前前跳也是快速可以把人踢倒，但他这个前前跳弱啊，他这前前跳不如这个小黄人的这个前前跳，一个大肚皮，还可以，当然都可以斜着跳，但是就判定啊，我觉得还是小黄人的判定好，判定多。水遁水龙弹之术，然后那个谁。然后那个是，好，直接一条大河，牛头人酋长，你看那个幽灵到牛身上了啊，然后这个牛就有点东西了，梆梆梆梆梆梆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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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
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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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看这里面难点是因为有小兵，1v4版本打 BOSS 的时候有小兵，不过小兵嘛，其实啊，有个小绿人的话，就巴不得有个小兵在这个地方，有小兵呢可以让我打这个 Star Skin 啊，可以让我打这招。明明如果你打不到 BOSS 是吧？但你看这个小蓝人打这个牛多赖，离远距离他就在这儿是吧？就直接就是，哎 ，fast spell 就这个啊，赖逼你知道吗？啊。好，小黄人很多人说1v4难是吗？这我告诉你更不难啊！
就是你们理解不了，就是像那个恐龙快打的麦斯，小的时候觉得胖子肯定是没有那个黄帽就是热门，但是我告诉你黄帽，哎，这我告诉你黄帽啊，其实虽然说也不弱啊，肯定比那2个人强，但是黄帽确实照这个麦斯啊，就正版来讲是差一点点。变态版咱先不说，那麦斯就我跟你说，攻击力可以掌控一切，就好比很多人现在看那个什么啊，看那个就是各种那个体育项目的重量级，比如说打拳击啊，比如说打什么那个散打啊，或者说什么那个自由搏击，甚至是比如说举重啊，比如说举重，还有什么这个叫反正是各种重量级吧，你力量大可以碾压的。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举重，有轻量级的，有重量级的。重量级的举重，说白了，你轻量级你举到最牛逼，你把世界纪录叫过来，随随便便就一个业余选手的重量级，可能业余不一定啊，但是说一个什么省队的，人随随便便举你那个记录啊，玩一样，对吧？然后包括你比如说你像那个玩那个什么，你要是打拳击。打拳击，很多人问那个什么，说李小龙能不能打过这个泰森，对吧？咱先不说啊，这个带不带用武器的，但是就那个拳击赛场上的规则，那李小龙肯定是白扯。首先第一啊，反正他也不能用腿，这是第一啊，对吧？第二呢，我在想李小龙他那个速度虽然说快，但是他打那个泰森能不能打得疼是关键，对吧？你首先你不能踢膀子，你不能踢下体，对吧？也不能打小腹。你更不能像那个是叶问那么赖啊，还掐人家，拿手指头插人眼珠子啊，那肯定也不能带是吧？对吧？你要正常那么打，我感觉泰森肯定是李小龙肯定打不了他，因为那你毕竟他那个不是一个重量级的，你李小龙打他3拳他不疼，他光给你一拳你可能就倒了，不是可能是一定会倒啊，对吧？这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咱就说咱不是说一定要那个说什么像这个我也是李小龙的粉丝啊，但咱得该说，咱这种。就目前这个节奏肯定是白扯啊，就是，但是你要是跟李小龙同样重量级的拳王，我估计可以2个人可以搞一下子啊，因为你像那种就是你比如说你像那种轻量级的啊，或者是次轻量级的这2种，是不是这2种你说跟李小龙打，李小龙练一练有可能啊，天赋可能高一点是吧？那你说那种重量级的、超重量级的。就那种，就我看那个超重量级的比赛，我最不愿意看，你知道为啥吗？重量级的还好，那超重量级的吧，就有点赖在哪儿呢？就我记得有一个人啊，大概得有个180、90公斤，还不是170、80公斤的，反正300多斤，将近400斤，挺高，那大胖子，什么招也不会，就王八大拳，哎，就是你前几个回合他要往后打他就累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使不上劲儿了，他就是累了。但是呢，前2个回合就追着你就王八拳，你知道吗？打着你刮着你就倒，你就管你是谁，你就是叶问你也得死，我告诉你，真是太猛了啊！那太猛的没法，那看那就是你就往后看，你看那呼哧带喘的，对吧？你可能如果打那个街头巷斗，你打不过，你可以跑着这胖子不行了，完犊子了啊，体能完犊子了。这时候呢，对吧？你锁脖是吧？你对吧？下3路一招呼，那肯定是吧？你再加上你要用点武器，那更白扯了啊！但是你要正常按照拳坛上的规则，那再见啊！蔡宝剑打大叔怎么打？马老师可以与泰森一战，马老师直接一个闪电5连鞭，人家马老师就跟自带6脉神剑一样，人家自带闪电鞭啊！你这个，你像那个李小龙那个是功夫，马老师那个都是仙术了，那不是功夫啊，功夫不行，对吧？对吧？你就是那种就是仙术、忍术啥的，马老师都有查克拉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感谢我们的 SORI2154赠送1张办卡。我看接下来鳄鱼博士啊，鳄鱼博士，马老师会画劲儿是吗？画劲儿也白扯啊。胖子不一定没耐力，你可能不是错觉啊。这个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讲一下，你说的胖子是那种贼膀的胖子，我说的胖子是大肥，甚至就是那种对于心脏他心脏他不能那么，就是这个是一定的啊。我跟你讲一下，就是同样体育运动员啊，就是我不能说特别瘦啊，那白扯，他没有能量了，没有储存能量的地方了啊。就是说咱就是正常体态的人，比较健康体态的人，体型的人啊，就符合他这个身体标准的，比如说像什么，他身高，假设身高1.85米，
身高1.85米的话，体重应该是180斤就挺好，知道吧？180斤挺好。如果要是像姚明那么高，体重如果没有个230斤也还不好呢，对不对？咱是这种，但是你那种就是1.8米不到1.7米几或者1.8米几，然后呢400斤，那一定是大胖子。你说他体力好，他关键他心脏他负担不起来，他 CPU 带不动啊。就好比你现在你整个机器显卡贼好啊，内存也还不错，就是这个 CPU 吧，实在是太矬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 CPU 面你咋整？对吧？你跑不动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啥时候开个户外喝酒直播？有机会啊，但我现在喝酒不行了。以前我胖的时候，我喝酒大概能喝个12、13瓶，应该说是正好到量。现在呢瘦了之后，我估计喝个6、7瓶就正好到量，再喝就点桌睡啊，或者说是就断片了啊，懂吧？大家伙懂我的意思吧？啊。但人家相扑也强，你为什么相扑强？人家相扑的比赛规则是在那个地方啊，而且还有什么呢？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他赛制一个圈你把人推出去。很多人说那也有那种跑得很好的，你让他你别说跟那种非洲牙买加那些人跑，你就跟一些是吧专门跑的人比，肯定比不了。你就像有一些人打拳击，咱们看那个不是说别的啊，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咱们看那个叫啥，那个叫古惑仔5里面啊，那个红星的那个大头啊，就是钱嘉乐演的那个大头仔，还有东兴何勇，大家伙看不看见？他就训练这个大头的时候，对吧？就做有氧运动，你光打拳光有技巧不行，得有体能，对吧？跟陈浩南还得是什么？还得练跑步，练那个长跑。这个相扑这个呢，就是网上不有一个梗吗？我记得我看一个片儿叫《世奇》吧啊，就是《世界奇妙物语》，大家伙知道吧啊？这个《世界奇妙物语》好像有一集里面就很多人都认为相扑人跑得慢，结果呢，就里面有一个人相扑跑得特别快，他不是也不能说快，一直跟他跑，他虽然说追不上他，但是呢，怎么跑也甩不掉那个相扑，但是那个就是一个玩梗的啊，这玩梗的。真正说那种牛逼的那种就相扑运动员，在日本都是国宝。说句实在话，媳妇儿长得一个比一个漂亮。那相扑的那个运动员的名片啊，比那些明星的名片还值钱。在日本，就好比你看见一个什么男明星、女明星很火是吧？但是他的名片可能不一定比得上这个相扑这个运动员啊，就是这个这是地位很高。但是呢，体能吧，一般来讲呢，体能好，但是你让他跑。咱这里讲的概念是啥呢？不是那个体能，比如说呢，咱打架，我打不过你，我跑，你跟着我跑，你还必须得打我的情况下，你不能说我跑了你不追了，你还必须得跟着我跑，那你可能就白扯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看看这里面这个，咱们讲这个游戏吧啊，突然讲到这个里面了啊。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只是讲这个什么胖子什么的啊，就可能一个不小心这样。当然，我希望我的游戏解说呢啊，不存在这种解说的这个概念。真说游戏解说的话，现在大概上很少有人把全篇的游戏解说。全篇游戏解说，你说你打小兵的时候你说什么呢？有一些重要点该说肯定是没说的，但是这个游戏，看得出来啊，这个只要告诉你怎么玩，你也能通关，只要你手不残就行。你像我狼为什么说的好，但是玩的不好呢？就是多半啊是手残，其实不是手残，是脑残，知道吧？有的时候忍不了，知道吧？有的时候忍不了。比如说你像啊，为什么有的小伙伴呢天生当不了服务行业的人？为什么当不了服务行业的人呢？我说一遍，大伙就知道了。他拉不下这个脸来啊，就是好多人嘛，就是有的人们，毕竟他有时候服务员吧，还有就是包括是什么 KTV 的那种服务生什么的啊，就是受不了这个气啊。有的时候同行排挤你，有的时候顾客啊，这个因为自己消费了，然后怎么样，所以说呢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大家能理解吧啊？你像我玩游戏，我就是归不起来，我也不愿意去研究，就是尤其像这种游戏，我就是蛮干啊，就是怎么干怎么来。它不像劲乐团，我玩的不错，是因为劲乐团，你那跟蛮干没关系，你也不行，你输了又输了啊，没有说输赢了这个事儿了啊。好，看看1、2、3，然后做。他拿着一个shotgun。头上扎个发卡，哎，我想看一下这个狗是不是佐助啊？这个狗它有一个轮回眼，你看不见啊？它有一个轮回眼，
他应该有天手力啊，有个轮回眼，但是他左眼还没开那个血轮眼，他应该是那个永恒万花筒血轮眼，是吧啊？左眼天照，右眼那个天手力，外加一个什么？外加那个叫什么玩意儿？是最近不是让那个博人给扎瞎了吗？啊！狼仔评价一下傻萌吧。我跟沙蒙是吧？啊，我没啥评价的啊，我觉得就是这小子吧，实在是太他妈优秀了。所以说你看人家就牛逼在哪儿呢？就是至少吧，就是他妈的他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啊！我记得那时候挺有意思啊，就是采访人，那你说那些日本人，那个欧美的那些人，然后来参加那个街霸比赛。然后采访的时候呢，人家说英语，你像我搁这儿就我也只能说一句哈喽啥的，人家咔英语啊。这小子人也挺有意思啊，就是但是呢啊，我要说一句话啊，可能这个还是有点啥的，有点木啊。啥叫木呢？就是这个你像我狼有的时候吧比较皮，你知道吗？他有的时候我皮他听不懂我说话，然后他以为我跟他说真的啊，实际上开玩笑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就见过一面啊，线下见过一面，就在长沙，哎，没啥，再就不知道了，没啥评价的，兄弟们不要轻易去评价人。大家伙记住啊，如果一定要评价人的话，咱们一定要什么呢？不要太主观啊，一定要客观说啊。这个说难听点这个千万不要说人坏话啊。你这个当然呢，很多人说小狼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呢以前老说人坏话，比如说一整就损一些包王。一整又损一些灰啥的，啊，现在这个也就包王能是不是啊？能狼哥的叫着，剩下其他人都是小鸡巴狼，逼逼来的啊！我知道，那以前嘛，小狼嘛啊，以前就是狼哥啊，狼哥，现在小狼，开玩笑啊！好，我们看最后一关，这关呢，由于是1v4版啊，怪物比较多，但是呢，咱们的玩法呢偏规一点，有的时候该用必杀一定要用必杀，知道吧？你千万不要这个忍。必杀千万不要忍啊！一条大河波浪宽。会英语的满街都是。我说实话，我认识的所有朋友、所有的发小、朋友、同事啊，能认识的亲戚，能熟练说外语的一共2个，一个呢现在在英国留学呢啊，一个在英国留学呢，知道吧？啊，然后呢，那你懂吧？那人家。一定是会，那对吧？还有一个呢，是他英语专八，然后他现在教人英语，那你这个也肯定是会。剩下的都是啥呢？都是能听懂，但是不能说，一说话就是 What's your name? My name is 小狼啊，就这种，就是 What's your name? How old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? I'm fine too 啥的，就这个啊，对吧？你让他听他能听懂，但是你让他说话，他就。倍儿巴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他说话，老外都听不懂，知道吗？老外就说，就是说，真的，老外就直接说了一句中文，就是那个郎老师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说怎么回事？我一看啊，原来是2个年轻人在说英语啊，一个 一个是 how are you， 一个是 how old are you 啊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哎，要死啊！啊，血脉，你看这个就是玩赖，你直接一个 fast 赖，然后就可以直接一个那个鲤鱼打挺，赖不赖？你说啊？自信点，根本也听不懂。然后我那个姐们就是专八，一个发小专八，还有一个是妹妹啊，一个妹妹是英国留学，然后在那个德国留学的是我弟弟啊，我那个表弟，我小姑家的表弟。然后他的英语呢，因为我没见他说过。然后他去德国呢，在德国呢也正常，我感觉像他这种留学生的话，正常交流也应该是说英语，应该不会说德语啊。关于也是应该说英语，因为留学生之间互相都是各国的留学生啊。所以说他在慕尼黑，所以说他英语我估计也应该是可以。而那个沙蒙的那个英语，我感觉就是属于什么呢？也算是可以跟外国人沟通。外国人虽然说听起来非常的。可能是有点不是说他能听懂，但是肯定是有点那种，就是一看就是你大伙儿知道日本人说英语什么样，他就是那种样啊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好，看看这里面很多人说没有血了怎么办？不要紧啊，这个 boss 可以给咱们报900多个血啊，
然后一会儿那个飞机 BOSS 也会给咱们报900多个血。很多人说不对呀，小狼，那个飞机那个 BOSS 不是只能给咱们报1个血，而且那个就是只能补1丝血那个东西吗？这个倒是没毛病，但是由于呢，咱们玩的是1v4版本啊。如果1v4版本的话呢，一会儿这个 BOSS 会给咱们爆点牛逼的啊，爆点牛逼的，对。好，看看。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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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大家伙知道吗？用语言去伤害一个人，其实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啊，真事儿啊。就好比就是大家伙一整就直接就是说小狼，你就骂小狼，有的人经常骂小狼、损小狼啊，然后去那个跟我说那种就负能量的话啊，然后刺激我。真是说句实话啊，你们这样整就是我很伤心，对吧？有能耐来打我呀，啊，有能耐打我呀，啊，对不对？打车来啊，打来爆啊，必须内心强大啊，这个笑出强大。好，那给一个大腿，你说4个人玩就给1个大腿，加的血虽然说多，但给谁吃啊？来看日月神教教主怎么说。韩语和日语哪个重要？哪个语都不重要。那你像那个何炅老师，他还是学阿拉伯语的呢啊，对吧？你说哪个语重要？我告诉你啊，就是都重要，对吧？就实用性来讲，学什么语最重要？我告诉你啊，学中文最重要啊。这个咱实话实说，因为你在中国生活，你肯定学中文的，你连中国话都不会说，对吧？你一说话，老师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办？对吧？你得学普通话是吧？当然呢啊，就国际上来讲，目前还得是那个英文，但是排名第2的现在已经是中文了啊，就是甚至中文甚至有可能会赶超英文，当然只能说有可能，因为人数是最多的嘛。但是中国的这个汉字啊，咱们国家的汉字呢是象形文字，它不是密码文字，所以说，就这个文字的这个等级性啊，咱不得不承认啊，确实还是稍微低那么一个小档啊，这个咱得认啊，咱得认这个事儿啊。你就好比古代的时候，其实根本都没有拼音，你知道吗？咱们现在说一学都有拼音，以前都没有拼音的啊。然后再就是啥呢？再就是，再问我的话，我觉得如果在亚洲，咱们是中国人，在亚洲的话，学什么东西啊？如果你像文化产业啊，还有科技产业，目前来讲呢，如果就韩文和日文来讲，日文还是稍微的强悍一点吧。啊，好，最后1丝血，怎么打都行了啊。你看咱们这个正常的玩法，最后我想问一下，给这个补血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？摊分用的吗？啊，吃完之后可以加分是吗？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也是33分钟啊，就是不到33分钟就通关了。其实呢，这只是一个教程 ，1v4 版本呢更能凸显这个游戏的这个难易程度，对吧 ？1v4 版本呢，它的玩法呢多用必杀，其实原版也是要用必杀的。小蓝人呢，尽管很多人上手非常难，但是一旦你掌握了这个人的机动性之后，你会发现啊，这4个人没有一个是特别难的啊，真的啊。所以说就这个情况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咱们的恒大宇宙队，包括啊小伙伴的支持，大家伙一键3连支持我了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